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似乎都在用尽全力去奔向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明天，却把唯一真实的今天当成了通往未来的垫脚石。从宇宙物理学的深层视角来看，时间并不是一条单向流动的河流，而是一个立体的量子场。在这个场域中，过去代表着已经坍缩的波函数，未来代表着无限重合的概率波，而你所拥有的现在则是唯一的观测点。只有在这个观测点上，你的意识才能与宇宙的能量产生共振，从而显化出真实的物质世界。然而，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心智系统都存在着一种系统性偏差。我们习惯性地把意识投射到虚无的维度，用对过去的悔恨去修剪已经枯萎的树枝，用对未来的恐惧去构筑根本不存在的迷宫。结果，我们的生命频率在无形中降低，陷入了低能量的死循环。我们可以看一个发生在现代都市里的著名社会学实验。在一座大都市的地铁站里，一位身穿牛仔裤和 T 恤的年轻街头艺人靠着墙角拿出一把精致的小提琴，开始演奏巴赫的名曲。在长达1个小时的演奏中，数以千计的通勤者行色匆匆地从他面前走过，他们绝大多数人目不斜视，脑子里装满了当天的会议、未完成的报表以及下个月的业绩。只有几个步履蹒跚的小孩停下了脚步，试图去聆听那美妙的旋律，但很快就被焦虑的父母拉开，急匆匆地奔向下一班地铁。在这场实验中，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位在地铁站角落里演奏的年轻人其实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古典音乐大师，而他手里那把看似普通的小提琴是一把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旷世名琴。就在几天前，他在顶级音乐厅的演出门票还一票难求，听众需要花费数百甚至数千元，提前几个月预定，盛装出席，才能在安静的氛围中聆听他的演奏。这个真实的实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画面。人们愿意为了未来的某一个特定时刻付出高昂的代价，去追求所谓的艺术与精神享受。然而，当同样的至美之物在此时此刻，在他们平凡的日常路途中毫无保留地呈现时，他们却因为心中塞满了对未来的规划而视而不见。我们总是以为美妙的体验、幸福的感觉必须被安排在未来的某个特定节点，比如一次完美的旅行，一次成功的工作晋升，或者是一次隆重的庆典。我们忽略了真正的宇宙高频能量其实就隐藏在此时此刻的每一个缝隙里。当你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远方的目标时，你实际上已经关闭了当下的感知通道。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历史的深处，会发现如何对抗环境在混乱中保持高频的对齐，是古今智者共同探讨的课题。卓宇曾经跟我分享过一个关于日本战国时代茶圣千利休的故事。那是一个战火纷飞、人命如草芥的动荡年代。有一次，一位性格暴烈、杀人无数的年轻武士，因为听闻千利休的茶道具有平息心神的神奇力量，便带着满身的杀气和怀疑，来到了千利休的茶室。在进入茶室前，武士故意挑衅，将自己那柄沾满鲜血的佩刀重重地拍在茶室的门槛上，试图用死亡的威胁来打破茶室的宁静。在狭小的茶室空间里，空气紧张得几乎凝固。武士的双眼死死盯着千利休，试图从这位老人的脸上找出一丝恐惧或慌乱。然而，千利休只是微微低头，向武士致意。随后，千利休开始不紧不慢地清洗茶具、烧水、点茶，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极其缓慢却无比精准，没有一丝多余的颤抖，也没有半分刻意的做作。在那个瞬间，烧水壶中传来的松涛之声，茶叶在水中慢慢舒展的姿态，以及老人呼吸的韵律，构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和谐立场。武士看着千利休那双完全专注于茶汤的眼睛，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迫感。那不是暴力的压迫，而是一种由绝对的专注和临在所凝聚而成的强大气场。在这股气场面前，武士脑海中关于杀戮的喧嚣、
关于未来的算计，关于生死的恐惧，竟然奇迹般地平息了下去。他不由自主地放下了紧绷的肩膀，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在那一刻，茶室外是金戈铁马的混乱世界，而茶室内却因为一个人的全然临在，变成了一片超脱于时空之外的净土。千利休面对的不是自然的风雨，而是人世间最可怕的暴力与死亡的威胁。他之所以能够降服武士的杀气，是因为他没有把能量浪费在对死亡结局的担忧上，也没有停留在对过往恩怨的纠缠中。他把所有的意识，所有的生命能量都倾注在了眼前这碗茶里。这就是一种高维度的调频。当你的内心足够稳定，当你能够完全安住在当下的每一个细微动作中时，外在世界的混乱就无法入侵你的内在宇宙。你不仅能保护自己的能量场不被污染，甚至能够用这种高度一致的频率去感化和重塑你周围的环境。如果说艺术与修行让我们看到了临在的张力，那么在生命的物理边界处，我们则能更深刻地看清时间的底牌。卓宇的另一位长辈曾经在一家历史悠久的手表修复工坊里工作了整整50年。这位何师傅一辈子都在与各种精密复杂的齿轮游丝打交道，他能让停摆了上百年的古董钟表重新发出清脆的滴答声，他是绝对的时间掌控者。然而，在一次突发的重病之后，何师傅不得不提前退休。当卓宇去探望他时，发现这位一辈子追求精准，家里摆满各种精密时钟的老人，竟然把屋里所有钟表的发条都松开了。屋子里一片安静，再也没有了往日那密集的令人窒息的滴答声。何师傅靠在躺椅上，看着窗外树影的移动，对卓宇说了一番发人深省的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以为时间就是由这些精密的铜齿轮咬合出来的，我以为我每天的工作是在拯救时间，直到我生病躺在床上，看着那些冰冷的指针一分一秒地走过，我才突然明白，机械表走得再精准，那也不是我的时间，那是属于社会协作的时间，是属于工作计划的时间。老人指了指窗外的阳光说，真正的生命时间是无法被度量的，它是你在风中闻到花香的那一秒，是你在女儿额头上轻轻一吻的那一瞬，是你在夕阳下什么都不想，只是静静坐着的10分钟。那些精密的钟表其实是一个精巧的牢笼，它让我们误以为只要把时间分割得足够细，我们就能掌控生命，但实际上我们只是成了时间的奴隶。当你把每一分每一秒都贴上产出和效率的标签时，你就已经失去了真正活着的感觉。这位老钟表匠的觉醒揭示了我们现代人最深层的生存困境。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数字化、指标化的世界里，我们用日历、日程表、打卡软件把自己的生活切割成无数个碎片，我们像旋转的齿轮一样，不知疲倦地咬合着下一个节点。我们以为这就是对生命的掌控，却不知不觉中落入了物质主义的矩阵。我们在物质的积累中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生命的本质并不是一串冷冰冰的数字，而是一系列无法被复制的体验。那些看似没有实际产出的留白，那些看似在浪费时间的放空，往往才是我们灵魂得以滋养的时刻。从宇宙能量的运作机制来看，今天不仅仅是承载体验的容器，更是一颗具有无限潜能的种子。很多人把人生机遇的改变寄托在某种外部环境的突变上，比如买彩票中奖遇到贵人提携，或者是行业风口的降临。这种等待奇迹的心态本质上是对宇宙显化法则的误读。根据量子叠加态原理，未来的无限种可能在此时此刻其实都以潜在的形式存在着。决定哪一种可能性会坍缩成现实的，唯有你当下的意识振幅和实际行动。如果你想获得一个健康轻盈的身体，你不需要等到明年的健身计划，而是在今天，在此时此刻的这一餐中选择摄入清洁高能量的食物。如果你想建立丰盛的财富管道，你不需要等赚大钱的机会，
而是在今天用感恩和慷慨的频率去对待你流出的每一笔微小的资金。如果你想改善一段僵硬的关系，你不需要等对方先低头，而是在今天用真诚和理解的语调发送一条简单的问候。这就是微观选择的复利效应。那些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甚至有些枯燥的微小改变，会在时间的维度上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每一天的认真生活都是在往你的生命数据库里输入高频的代码。当这些高频代码积累到临界点时，你外在的物质世界就会发生一次断裂式的跃迁，呈现出人们口中所说的奇迹。然而，这个奇迹的根基从来不是那个虚无缥缈的明天，而是每一个被你全然唤醒、认真度过的今天。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在喧嚣的日常中打开今天这份礼物，我们可以尝试践行3个非常具体的能量锚定练习。第一个练习是建立你的身体觉知锚。当你的思绪开始像野马一样，在对过去的懊悔和对未来的担忧中疯狂奔跑，当你感到胸口发紧、呼吸变浅时，请立刻停止你脑海中的思维活动，把你的注意力从虚幻的思考中抽离出来，100%地投射到你的物理身体上。试着去感受你脚掌与地面接触的温度和压力，去观察你每一次呼吸时腹部的起伏，去听一听你周围最细微的声音，比如冰箱的嗡嗡声、窗外的风声，或者是叶片落下的声音。这种身体觉知的开启，就像是给在风暴中漂泊的航船抛下了一枚沉重的钢锚。由于身体永远只能存在于当下，当你把意识带回身体时，你的灵魂也就顺理成章地回到了现在。你会发现，那些原本让你焦虑的无法入睡的幻象，在这股强大的现实引力面前，会瞬间失去控制你的力量。第二个练习是启动你的丰盛共鸣器。在每天清晨睁开眼睛的第一个瞬间，或者是深夜闭上双眼准备入睡前的最后1分钟，在脑海里清晰地列出3件今天让你感到轻松、喜悦或者值得感谢的事情。请记住，不需要去寻找那些宏大的人生转折点，去关注那些最微小的细节。比如今天早上通勤时恰好赶上了一班绿灯，中午吃到了非常合胃口的饭菜，或者是下班回家时刚好看到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霞。当你在脑海中复盘这些细节时，不要只是冷冰冰的记录，而是要尝试在内心重新体验那一刻的温度和情绪。这个简单的练习其实是在重塑你大脑的神经网络，它在强制你的意识从习惯性的发现匮乏、寻找危险，切换到感受丰盛、接纳美好的高频通道上。当你和感恩的频率产生共振，你会惊喜地发现，生活中的阻力在悄然减少，而那些支持你、滋养你的能量正在源源不断地汇聚过来。第3个练习是与生命深处的真实缔结圣洁的契约。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工作日程表，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会议、项目节点和社交应酬。我们习惯了把外界的要求排在第一位，却总是把真正重要的人，比如我们的伴侣、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甚至是需要停下来自我对话的灵魂，留给有空的时候。然而，在这个高速运转的社会系统里，如果没有刻意的安排，你将永远处于没空的状态。所以，请拿出你的日程表，像对待价值千万的商业契约一样，把那些无法重来、无比珍贵的生命陪伴，以神圣板块的形式，实实在在地写进你的时间规划里。比如，将每个月的一个周末设定为绝对不允许任何工作打扰的家庭陪伴日，或者是每周4的晚上关掉手机，和伴侣进行一次不带任何目的的深度沟通。这些看似不紧急的事情，恰恰构成了我们生命中最底层的支持系统。当你的底座足够稳固，你在面对外在世界的风雨时，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我们常常在各种不确定性和巨大的时代变革中，感受到个人的渺小与无力。我们每天看着各种宏大的叙事、起伏的数据，内心充满了对未知的恐慌，仿佛自己只是一片在惊涛骇浪中随波逐流的落叶。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宇宙的庞大往往是由最微小的局域共振所决定的。你无法控制庞大趋势的走向，你也无法篡改已经坍缩的过去。但你拥有这个宇宙中最强大、最神圣的特权，那就是你此时此刻的注意力指向。昨天已经是一张兑现过的支票，明天是一张尚未发行的债券，唯有今天是你可以立即支取、自由支配的现金。如果你能从今天起带着一颗感恩和敬畏的心，解开今天这根轻柔的丝带，如果你能开始用心地对待你吃下的每一口食物，真诚地凝视你眼前的每一个人，专注地做好你手头的每一件小事，你就会发现，那个你曾经苦苦追寻的充满幸福与和平的未来，其实不需要去寻找。它会像春天里自然绽放的花朵一样，在每一个被你全然珍惜、温柔对待的今天里悄然显化。如果你觉得今天这番深夜的围炉夜话，在某个微妙的瞬间触动了你的心弦，或者为你纷乱的思绪带来了一丝难得的清凉，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让我们在这个庞大而喧嚣的网络世界里建立起一条温暖的高频能量共振带。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今天最想感谢的一件小事，让我们在彼此的文字中看见生命中那些微小而闪光的奇迹。我们下期再见。